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修一块电话手表，它的问题是不开机，看到没有？开机的话没有任何反应。我们给它充下电试一下，看看能不能充电。插上手机充电器也没有任何反应。像这个不开机也不能充电，像这种故障维修起来是比较简单的。今天我给大家就是分享个方法，不需要什么专业工具就能把它修好。首先我们先把它这个后盖打开，打开以后我们看一下这块就是它的内部电池。像这种情况大部分都是这个电池是一点电没有了，或者是休眠了。我用腕表给大家测一下，看一下到底是不是这个电池的问题。看现在这个电量一点都没有了，没错是吧？就是这个电池的问题。现在我们解决方法也非常简单，就是给这个电池给它强制充下电，激活一下就可以了。激活方法非常简单，就这种智能手机充电头，我们家里边每家都有是吧？准备一个智能手机充电头，然后找一条这个旧的数据线，把这儿剪断。剪断以后，我这儿是接的是鳄鱼夹，如果不接鳄鱼夹的话也可以用的。我们先把这个充电器插在这个电源上面，然后在鳄鱼夹上加两个小的细点的针。电话手表上面一个黑线一个红线，这是接电池的，这个红的是正极，黑的是负极。把刚才接好的那两个针，我们分别正对正负对负给它接触上面去，给它强制充电，充够2分钟。就这样正对正负对负就可以了。为什么不用鳄鱼夹往上面加呀？因为这个挨得比较近，鳄鱼夹不好加，所以说用2个针在这接触上去就可以了。好，现在已经充了2分钟了，我们试一下手机自带的这个线充，看能不能给它充电。如果能充电了，就证明这个电池已经修复好了。好，现在可以充电了。我们开下机，能开机了啊！这个问题比较简单，所以说朋友们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可以自己维修，包括手机也是一样。这个视频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修一个足浴盆，它这个问题是可以正常操作，就是不能加热。我现在已经把它打开了，我们看一下，这个是个控制板，上面这个是电源板，然后这个玻璃管是发热管，它不能发热，它一般就是发热管坏的比较多。我们等会儿通上电给它测一下，看一下这个发热管这2条线有没有220的电。如果有电的话，就是这个发热管坏了。通上电，然后把机打开。打开以后，我们测一下这个，看有没有电。现在有234伏的电，有电，那就是这个发热管坏了，就是它的问题。我们把它拆下来换一个。这个拆的话也特别好拆，这是两边都用的这个扎带，把扎带给它剪下来就行了。把这个旧的卸下来以后，我们再把这个温度开关装在这个新的上面。这个发热管换好以后，我们还是用这个扎带都给它扎好。扎好以后，我们就开始接点水试一下。好了，现在这个已经没问题了。谢谢大家观看，再见。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修一台这个沪如通的机顶盒。这个盒的问题是不开机，用腕表测的这
电源板上的这几头电压输出都正常。这个问题是出现在这块板子上面。在检查这块主板的问题的时候，我用手按了2下这个芯片，没想到它开机了。这个问题应该就是这个芯片虚焊导致的不开机，就是这个芯片它虚焊了。我们把这个胶都给它除掉，除掉以后给它加焊一下，然后再看看是不是问题可以解决了。这个胶粘的还挺结实。这个芯片上面写着上海高清，这应该是个视频处理芯片。现在把胶都除完了，除完以后我们上点焊油，给这个芯片给它加焊一下。焊好以后，我们再通上电试一下。现在开机了，问题就是这个主芯片虚焊导致的不开机。好了，本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欢迎评论加关注，再见。嗨，大家好，我是老王。今天店里边送了一台洗衣机，不能脱水，我们看看是什么问题。开机看一下。它这个脱水的时候，我看不能往外排水。你看这个牵引器也没有工作。出现这种牵引器不动作的情况下，我们先检查一下牵引器上看有没有电。如果没有电的话，就是上面主板坏了；如果有电，就是牵引器坏了。我们先测一下这个有没有电。这个牵引器上面有电，有电就是这个牵引器坏掉了，能给它换掉，把这个牵引器换掉就行了。这个旧的拆下来了，然后我们换个新的。这个牵引器我们换好了，这个牵引器。然后我们通电试一下。牵引器打开了。好，这台洗衣机修好了，谢谢大家观看。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修一台冰箱，它的问题是通上电后压缩机转个几秒钟，然后就停了。我们现在给这个压缩机上面加了一个电流表，给它通上电来看一下它这个电流是多少。看一下这个电流现在是5点多，这个电流是明显过大啊。像平常这个一般都是0.5的电流，看到没有？压缩机也没有启动啊。现在已经没有电流了，听到里面应该是保护器跳了。正常的压缩机一般的就是100瓦的情况下，它这个电流是0.5。刚才我们看一下，这个电流达到5点多了，明显太大。这个像这种情况，我们先看一下启动器，看有没有问题。如果启动器没有问题的话，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压缩机的问题了。我们先把启动器拆下来，然后测量一下它的阻值。在我拆启动器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启动器往下拽的时候已经烂了。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里边的已经烧坏了。
现在我们拿出来一个新的，我们把这个启动器给它装上来试一下，应该就没问题了。我们看一下这个旧的启动器，内部烧的挺严重的。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启动器换上去了，然后我们加上电流表，给它通上电来试一下，看看是不是修好了。这个是坏的。现在开机后是正常的，我们看这个电流啊，刚开机现在是0.9，压缩机也正常运行了。听一下声音。好了，这台冰箱就修好了，问题就是启动器的问题。视频今天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修一台奥克斯的油烟机，它问题是不开机，看到没有？这样能听到电机嗡嗡的响，就是电机不能启动，就是转不起来电机，有嗡嗡的声音，电机上面。像这种情况，电机上面有嗡嗡的声音，就证明这个电机上面是有电的，有电电机不转。像这种情况，一般的都是启动电容有问题。如果换个启动电容还是不行，就是电机坏了。我们先把电容拆出来，换一个试一下。它的电源板在这个位置，我们拆开以后，看一下电容已经烧成这样子了，全部烧流了啊！这烧了个大窟窿。这是一个4微发的电容，我们换个电容，然后再试一下。这个就是拆下来的电容，坏的比较严重啊。这一个是新的，也是4微发的。我们现在测试一下，看它能不能转了。通上电后开机，再试一下，没问题了。现在电机都转了，这是一个双电机的油烟机，两个同时都转了。这一个是慢档，照明。这一个新电容现在把线已经都接好了，我们看一下，它这儿是有2个电容，2个电机，为什么换一个电容，2个电机都不启动了？知道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共同讨论一下。好了，视频今天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修一台9阳豆浆机，这个问题是电机不转，客户说是，我们开机试一下。选上果汁档，启动一下，它就一直这样，电机不转，还是不转。然后我们把它拆开检查一下，这个豆浆机打开以后，我发现这个主板没问题，然后最明显的地方就是这个电机，这个直流电机这儿有个线头已经出来了。我拉近点距离看一下，看一下这个电机，这个是那个里边细胞线的线头，这儿都烧烂了，这儿，它这个问题就是电机坏了。现在我们把这个豆浆机通上电，然后打开以后，用万用表直流1000伏档，然后测一下这个电机上面的2个角，看它有没有电。如果有电的话，电机不转就是电机坏了；如果是没有电，我们再检查一下主板，那证明主板它还有问题。通上电，然后开机。现在上面有电，现在是328伏，有电，有电，电机不转，这个就是电机坏了。这个我们给它换个电机就能修好。好了，视频就到这里了，喜欢的朋友点个关注，再见。家里的电水壶坏了以后不要再扔掉了，
其实我们用一支磁点笔就可以快速的修好它。这个方法呢非常的简单又好用，而且操作的时候也非常安全，不需要给电水壶通上电。你说这个方法是不是非常安全？而且呢它比腕表还好用。腕表呢很多人都不会用，是吧？像电水壶坏了以后呢，无非就3种情况。第一种呢就是电水壶插上电以后呢，上面的指示灯不亮。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插上电以后啊，指示灯亮，电水壶不加热。第三种情况就是电水壶烧开水以后啊，它不断电。那我们检查的时候呢，先看第一种，电水壶指示灯不亮，就是不通电。我们检测的时候呢，首先呢就是我们把这个磁点笔把它插在这个底座里面，然后用手摸一个这个插头，我们来看，只要上面的灯亮，就说明这条线它是通的。然后再来测另外一条线，我们来看。灯也是亮就说明这个底座电源线都是没问题的。然后呢，我们把电水壶底座给它拆开，这一个是耦合器，这个是开关，这两个呢只要有其中一个坏了，电水壶呢就会出现不通电。我们先来检查中间这个耦合器，检测的时候呢，就一只手给它先触摸住这个铜片，然后呢用它来测量。我们看磁点笔上面这个灯，如果亮就说明这条线它是导通的，没有问题。再来测另外一个，我们来看。也是亮的，说明它也没有问题。现在呢，我们再来检测一下这个开关。你来看，把手里面这两条线就是开关，我们把这开关先给它打到开的位置。然后呢，我们来看，这里一条线是在这个位置，我们用手触摸住。然后呢，另外一条线是在这边，我们用这磁点笔来测量。你来看指示灯亮呢，只要亮就说明这个开关它也没有任何问题。如果我们检测到哪个配件上面的指示灯不亮，就说明是哪个配件坏掉了。然后呢，给大家再分享一下，电水壶烧开水后不断电，一直加热，像这种问题都是大部分都是开关的问题我们把这开关先给它打到关闭的状态，然后呢再来测量开关这两条线。如果怼上去以后上面的灯是亮的，开关明明是关的情况下，它还是亮的，就说明开关已经坏了，里边已经粘连了，说明就是它坏掉了，换个开关就可以解决问题。第三种情况呢，就是电水壶只是灯亮不加热。像这种情况呢，我们要检查一下这两个插头，如果没有松动没有脱落，我们就来检查一下这个发热管，就这个东西。检测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一只手抓住一头，然后另一只手拿住磁点笔，我们来测，看一下这个指示灯，磁点笔上面指示灯不亮，就说明是这个加热管坏掉了。把坏的配件换上就可以修好。怎么样呢？用个磁点笔修电水壶是不是非常的好用把它分享给你。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们修一台格兰仕的电磁炉，它这个问题是可以通电正常，然后就是不能开机。我们现在通上电来看一下，通电之后我们看一下，这儿是有指示灯的，然后也可以听到滴的一声。开机我们看它是没有任何的反应。客户说这个电磁炉是之前是能使用的，它放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变成现在这个情况了。这种按键的电磁炉它都有个通病，就是放时间长了以后它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开机没有任何反应。现在我们把它拆开来看一下，看到底是不是它的问题。电磁炉通电正常，一般就是和这个主板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只能说是一般我们主要就是检查是这个控制板，像这种情况就是控制板坏的几率是比较多的。我们先把这个控制板拆下来，主要检查的对象就是这块板子。我们看一下控制板上面，这些都是触电按键，就是触电开关。这个电磁炉像这种触电按键时间长了以后它很容易出现这个触电开关内部氧化，然后在开机的时候就没有任何反应了。像这种情况，我们要检查这个开关坏不坏，这些按键有没有问题，其实也不需要用腕表，方法非常简单。现在我们就测试一下，把这按键板先放到外边。然后我们把这盖子给它盖上，我们把这个水放上，然后通上电。这个控制板它是5伏的供电，所以说我们用手摸它是不会电人的。我们看中间这个是开机键，然后开机键反面我们看一下这个触电按键上面是有4个角，我们把这2个挨的距离比较近的这个2个角，我们直接给它短接一下试一下。看这个电磁炉可以开机是吧？是有反应的。它这个问题就是这个触电按键坏掉了。我们换这个
按键的话，我们把这些全部都给它换掉，因为你把这个换掉以后啊，这些别的按键很有可能还有问题，到时候还得再拆开更换，比较麻烦。我们现在就把这些按键所有的都给它换上去。现在我已经把所有的按键已经都换上去了。维修这种故障其实非常简单，也不需要专业工具，我们主要就用一把烙铁就可以了，非常简单。现在我们通上电来试一下，看看修好了没有。开始通电，然后中间是开机键，我们点一下，可以正常开机了是吧？没问题。也可以加减，也可以调大，问题非常简单。好了，朋友们，今天视频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再见。鼠标按键失灵，先不要着急买新的，给大家分享一下它的维修方法。首先，你看我这个鼠标就是右键不能使用。我们来看，点这个右键的时候，你看点很多次它也没有任何反应，但是呢，偶尔有可能，你看有可能会出现一次可以用。但是你看，像这个左键都是没问题的，很灵敏。就是这个右键不好用了，给大家分享一下它的维修方法。无论是这种无线的鼠标还是有线鼠标，其实呢用时间长了后呢，都会出现这种按键失灵。我们首先呢处理的时候呢，先把这个电池给它拿下来，给它拆开外壳，拿掉之后，这个里边是有一条螺丝的，把这个螺丝给它拆下来，拆掉这一颗螺丝，这个后壳就可以打开了。打开之后，然后呢把这个小插头给它拔掉。然后呢，把上面这个电路板给它取下来，先把上面这个波轮给它拆下来，这波轮这样一拔就掉了。像这个鼠标按键失灵，它的问题都是上面这个触电按键，可以看每个鼠标上面都有3个。右键按键失灵呢，就是右边这个触电按键它的内部氧化引起的这个问题把它反过来，这个上面是有3个角，有2个角是在上面主板上面焊着，我们用个电烙铁把这2个角给它加热一下，把它拆下来。然后呢，像这个按键失灵我们其实解决方法呢，就是可以把这个给它拆开，把里边的接触点、氧化层给它清理干净，也可以，或者找个这样的触电按键也可以。首先呢，就是找一个老旧的，也是一个报废的鼠标我们把它拆开，在上面呢拆一个这样的触电按键也是可以用的相当于就是把这2个可以合并一个来使用。这个上面是红色的按点，我们把这个给它拆下来。其实这3个都是一样的，任意拆一个就可以。但是呢，一定要记住，拆这个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这是个好的，如果它是个不能用的也是不行的。我们把它拆来后，然后呢把它安装在这个上面。上面这个角原来这个点呢是靠边的，也是让它靠边，不能装反了。如果装反了以后是不能用的，我们就这样给它装上。还是一样，用电烙铁给它焊上。我们看一下，就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呢，把这个波轮再给它安装上，把这些配件都给它再装起来。我们再来测试一下右键，你看，轻轻一点就出来了，是不是？非常灵敏，这个就是维修鼠标按键失灵的一个方法是不是非常简单的？好了，视频感谢大家观看。螺丝生锈拧不下来，先不要着急，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很轻松就可以让你把这个螺丝给它拧下来。我们看，这是一个壶盖，上面这个把手因为坏了需要更换，但是呢，用正常的方法呢是给它拧不下来的。无论是锅盖还是水壶上面这个盖，想要把它拧下来的时候呢，我们不要上去直接拧，如果直接拧把这个螺丝帽给它拧脱了以后再拧就比较费劲了。分享这个方法呢非常简单。首先呢，我们用一个防风打火机，或者是火上烤一下也可以先来给这个螺丝帽给它烤一下。我们来看，烤一下呢，它可以起到一个热胀冷缩的作用我们先烤一下，等烤完以后，我们再进行下一步，就能很容易把这个螺丝帽给它拆下来。我们看，给它加热的时候呢，让这一圈都给它循环加热。先把周围边上这个塑料的东西给它先弄下来，我们给它先拆下来，完全弄掉以后，然后呢，还是接着用这个防风打火机给它加温，给它烤。加温的时候呢，一定要加热均匀。这个原理呢，就是一个热胀冷缩的原理。我们来看，
加热完以后，然后呢进行下一步来操作。我们看温度加了差不多之后，然后呢我们给它滴点缝纫机油，或者有食用油也可以，先滴点油，滴点油啊，这个油它可以渗到螺丝帽里面。接下来呢再给它加热。经过这样处理好以后啊，这个螺丝帽就能很轻松的把它给拧下来。我们来看，加热差不多了是吧？然后呢，我们现在就开始拧。拧的时候呢，这边用螺丝刀给它卡住，卡住以后，然后呢，在这边用个钳子就可以把它拧下来了。我们来看，非常紧。钳子夹不住的情况呢，可以用个套筒也可以啊。我们把套筒塞上去，然后呢就这样使劲用力拧。我们看，现在呢已经松了。我们看，这样呢就可以很轻松的把这个螺丝帽给它拧下来。我们看，马上就要掉了。我们看一下，怎么样呢？拧下来这么多了，是不是？接下来呢，用钳子就可以很轻松的拧下来了。最后一步就可以掉。OK， 怎么样呢？很轻松就下来了，是吧？家里有这种老旧的手机万能充，不要把它们扔掉。今天呢，我才知道，原来在它上面呢夹2个夹子，居然还有这么大的一个用处啊！在生活当中呢，非常的实用。首先我们看，像这种万能充，它的输出电压是4.22伏，电流是300毫安。像我们平时的手机充电器，它的输出电压呢一般都是5伏的，电流是2安。像这种4.2伏的充电器比较少见，所以说我们以后就不要把它扔掉了。我们其实呢在上面夹2个夹子，它的用处真的非常好用啊！把这2个夹子分别夹在这2个金属片上面。如果没有夹子呢，也可以直接把它拧在上面也是可以的。然后呢，我们把它插在这个电源上面。用它可以做什么呢？你看，像家里的 LED 灯用一段时间就坏掉了，像这种坏掉的 LED 灯，大部分啊都是上面的灯珠坏掉了。这些灯珠都是串联在一起的，如果有一个灯珠坏掉，这个灯啊它就整个都不亮了。我们如何快速判断是哪个小灯珠坏掉的呢？其实我们就可以用这个万能充就可以了。它这个电压输出来是4.2伏的，检测灯珠非常的好用，无论是这种3伏的灯珠或者是6伏的灯珠都可以快速的来检测。我们来检测一下，看一下到底是哪个灯珠坏掉了。检测的时候啊，我们就把这2个分别给它接在灯珠两侧，看一下这个小灯珠亮不亮。我们来看，亮了是吧？亮的就说明啊，这个小灯珠它是好的，它没有坏。如果是坏的，这个灯珠呢它就会不亮。我们来看，这个也是亮的。然后再测量下一个，就这样来回测量。如果测量到哪一个之后灯珠不亮，就说明啊这个灯珠坏掉了。遇到这种坏的灯珠呢，我们可以把灯珠给它抠下来，然后呢直接用电烙铁或者是用一些其他的东西给它连接在一起，就可以修好这个灯。或者也可以更换一个好的灯珠也是可以的。这个方法呢非常的简单又实用啊，所以说呢大家以后老旧的充电器就不要再扔掉了。它还有另外一个功能，给大家也分享一下。它呢也可以给这种18650锂电池充电。你看这是另外一个好用的方法，给大家呢一起来分享一下。你看它有个特殊功能就是你看给它充电的时候，你看这样放上去以后就可以充电，是不是？它还不分正负极，随便往上接就行。你看我们把电池再反过来，你看这个万能充，你看中间的灯也是亮的，是吧？亮的就说明它也在充电当中，是不是？非常的实用，是吧？不用担心正负极给搞错了，充不了电，是不是？无论是这样充电还是反过来充电，任意把这2条线给它接上就行，就能充电。怎么样呢？这个万能充是不是它的功能或者它的利用价值还是非常大的，是不是？家里有这种报废的电脑，千万不要当做废品卖掉。其实呢，我们只要在上面给它插一条线，它的使用价值立马翻倍，在我们生活当中非常的有用。我们来看，首先呢，坏电脑嘛，我们首先把电脑上面这个最大的插头从主板上面给它先拔下来，
拔掉这个之后，然后还有下面这个小的也拔掉。像这个电脑坏了以后呢，大部分都是这个主板坏了，但是呢，上面的这个电源其实它是不坏的。我们先把这个电源给它拆下来，然后呢，我们给它插上电源，来看一下，这个风扇没有转动，没有转动呢，就说明这个电源没有启动，这表示没有电压输出的。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最大的插头拿出来，找到上面的这条绿色的线，只有这一条是绿色的。然后我们把这条线给它插上，这头插在绿色的这条线上面，然后另外这个插头这条线插头给它插在任意一条黑色的线上面，随便找一条就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风扇，你看怎么样呢？插上以后，这个风扇就转动了，转动呢就说明它已经启动了。这个呢可是一个大功率的多路直流电源，在我们生活当中用处是比较多的。我们来看上面这个标签，它的最大输出功率是400瓦的，它可以输出好几组电压。我们看有个3.3伏，然后它的电流22安，功率是比较大的，还有个5伏24安，还有12伏16安。这几组电压在我们生活当中用处都是比较多的。我们来看这个黄色的线，它是12伏输出的一个电源，然后呢，我们给它接一个线。我们来看，接好这个线后，这是一个12伏的直流电源了，这边是有个插头的。我们用它可以做什么呢？你看像家里的音箱、功放或者其他一些12伏的用电设备都可以来供电。我们看，听，有电了是吧？而且上面的指示灯也是亮的。无论是用它当做充电器还是当做直流电源都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呢，再来看一下它的5伏和3.3伏，在这个橙色上面接一条线，它就是3.3伏。用它呢可以修家里一些坏掉的 LED 灯。我们来看检测灯珠，非常的好用，是吧？它也可以当做家里的燃气袋上面的燃气袋供电也可以，这样呢以后就不用给燃气袋换电池了。这是3.3伏，然后呢给大家再分享一下它的5伏用处。在这个红色线上面给它接个插头，它就是个5伏的输出电压。我们来看，给手机来充电还是给一些充电宝来充电都是没问题的，因为它是大功率的，就算同时给10个手机来充电也是没问题的。这个呢就是废旧的电脑上面给它插上一条线，它的使用价值立马就翻倍，在生活当中非常的实用。如果你直接当废品卖掉的话，就有点太可惜了。视频感，朋友们大家好，电源适配器在生活当中用的是比较多的。假如我们遇到9伏或者是5伏的这两个坏了，我们手里边没有合适的怎么办？实际上我们可以用这个12伏的，给它简单的制作一个降压电路，就可以代替9伏的或者是5伏的。方法也非常简单，家里边的这些坏的电器，这些主板我们千万不要扔，这个就是坏的一个电源适配器。像一些别的小家电上面也都有这种二极管，这种二极管的型号是 EN4007， 我们可以把它拆下来，把拆下来的这些二极管我们都给它用串联的方式给它焊接起来。如果家里边没有烙铁的情况下，直接给它拧在一起也是可以的。焊好以后就是这个样子的。我现在是串联了10个。今天我们就用这个12伏的电源来制作，这是个好的电源，我们不需要把这个线剪断，因为剪断以后我们这个以后说不定就不好用了。我们可以找2条导线，这个中间这个内部它是电源的正极，我们把它插在这个里边。这个蓝色线接在外边这一层，外边这是负极。正极接在二极管的负极，然后这边我串联了3个二极管，发光二极管。如果不串联复杂的情况下，测这个电压测的是不准确的，它会测出来电压偏高。我们现在通上电源，然后用温表来测量一下它的输出电压。我们测一下这个总的电源是多少 11.91， 这是一个12伏的电源。我们经过1个二极管，然后再测一下11.28， 它降的是 0.65， 大概不到 0.7 伏压降。一个二极管可以降 0.7 伏，4个二极管我们看一下 9.39。 如果12伏想让它变成9伏的情况下，我们只需要串联4个二极管就可以了。我们再测一下10个二极管降多少，降到 5.64。
如果我们需要得到5伏的电压，最好就用一个9伏的电源，串联6个就可以了。一个二极管可以降0.7伏，6个就是4.2伏，所以说是9伏减4.2，正好是5伏，没必要用12伏的。12伏的我们需要串的太多，也比较麻烦。这种降压方式也比较简单，我们只要记住一个二极管可以降0.7伏，我们用这个计算一下就能知道需要几个二极管，实际上也不需要用万用表。计算出来以后，我们把这个都给它拧到一块儿，然后把那个坏的电源这个线我们给它剪下来，然后接在这上面就可以了。接上去以后，我们拿个绝缘胶带把它缠一下就行。好了，朋友们，视频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